这个女人有点激动，因为今晚有2个大男人要陪她一起睡觉，一个是前任，一个是现任。此时门外的2个大男人正在互相推辞谁先进去，现任让前任先进去。大哥，我求你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前任先进屋子，女人高兴得不得了，但下一秒她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面前这个男人丝毫提不起兴致，沉沉睡去。难道是自己不够漂亮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因为男人心中已经装着一个比她还要漂亮的女人，他称她为貂蝉。男人是皮影戏班子的何班主，他表演的皮影戏远近闻名，只要看过的人都会连声叫好。这天，何班主正在热热闹闹地给村里人表演。突然，一群隔壁村的村民冲进来，说什么也要拉着何班主去他们村表演。何班主被一群人推搡，场面眼看就要失控。吴队长直接朝空中鸣枪示警，这才止住了骚乱。他怒气冲冲地表示，戏没演完，谁都别想把何家班的人带走。有枪的人就是硬气，大家也不好多说什么。留下何家班后，吴队长就去找了婵儿。婵儿是村里的村花，长得十分漂亮。吴队长对她很是殷勤。婵儿当然明白吴队长的心思，可他并不喜欢她。既然婵儿不说，吴队长假意说要退掉何家班的戏，这句话让婵儿不乐意了。她虽然不喜欢看戏，但婆婆甚是喜欢。眼下的婆婆就算看不到戏，听听也是好的。她表示可以管何家班一顿饭。听到婆婆的话，吴队长也就不再开玩笑，那就让何家班多演几场呗。晚上，婵儿带着婆婆一起去看皮影，何班主边唱边演，嘴上唱戏同时不忘摆弄手里的皮影，那叫一个活灵活现。台下的村民们很是喜爱。婵儿对皮影心生好奇，她跑到后台掀开帘子，风情万种地注视着唱戏的何班主。何班主一回头，对上了婵儿那娇媚的眼神，两人一见钟情。何班主眼睛都看直了，手上的活也停了下来。台下的观众不明所以，怎么突然就不唱了呢？眼看观众就要闹起来，何家班成员连忙先续上，何班主后知后觉，卡着点加入其中。演出结束后，一群人如约在婵儿家吃饭，他们无意中聊起婵儿。一听说婵儿是个寡妇，何班主不由得心神一动，不是说男人要致富就要娶寡妇吗？这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寡妇呢。不过婵儿的命不好，家里十分贫困，年幼的她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，本以为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没想到丈夫却突然死掉。从此婵儿和婆婆相依为命。何班主拿起婵儿的刺绣就是一顿猛夸，还时不时的眉目传情。婵儿像是接收到信号一样暗送秋波。何家班的伙计们都看出何班主对婵儿有意思，只是像他这种唱戏的走南闯北，常年不归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前妻把儿子史旦留下后便跟别人跑了。这些年里，史旦一直跟在何班主的身边，他希望史旦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。可史旦始终对皮影没有任何的兴趣。不久戏演完了，何家班也该赶往下一站了。临走前，婵儿特意拦住史旦，让他把手绢交给何班主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放着一个烟袋，上面还绣着貂蝉2字，这无疑是婵儿的暗中表白。此后，何班主一直将烟袋视如珍宝带在身边。这天，史旦在院子里练习，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女人。何班主一看，愣在了原地，因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前妻。面对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前妻，老实巴交的何班主没有斥责。前妻想要抱抱史旦，然而史旦却不愿意认他。这些年来，前妻改嫁他人，还给现任生了个孩子。很快，现任也找上了门。何班主看着对方父子俩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曾几何时，他也拥有过一个美好的家庭。饭桌上，两家人都尴尬无比。饭桌上的2个男人是中间女人的现任和前任。史旦妈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儿子。当晚，史旦妈在屋里等待，2个男人在外面商量。现任让何班主先进屋，可何班主丝毫没有兴趣，假装睡觉，这让史旦妈伤心不已。天一亮，何班主就带着史旦演出去了。这次他们又被请回了婵儿的村子。时隔半年，何班主再次见到婵儿，他有一大堆的话想对婵儿说，可时间不等人。就在何班主跟婵儿相会的时候，何家班心急如焚，眼看演出就要开始了，何班主还是不见人影。观众见等不来何班主，于是便一窝蜂的散了。何家班急得不行。正在这时，喝完酒的何班主回来了，他2手2脚一同上阵表演皮影，卖力的表演让离开的观众又再次回到了台下。精彩的皮影让观众们连声叫好，他们热情地摇晃戏台，结果将戏台给摇垮了。表演完后，又到了分离的时刻，何班主握住婵儿的手，依依不舍。对方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，还送给他一个酒壶，让他在路上喝。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家班看到了一个灰头土脸的人迎面走来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城里的张局长。众人一头雾水，张局长的语气里充满无奈。现在全国都在闹文革，皮影戏已经被禁止演出。为了不受牵连，何家班的人将装有皮影的箱子藏起来。没戏唱的几人实在是憋得难受，
深夜，他们聚到一起，忍不住唱上了2句。何班主一直忘不了婵儿，就连干活时都有些心不在焉。张局长看出了何班主的心思，他劝何班主去看看婵儿，但何班主却犹豫不决。没过多久，张局长便被红卫兵们给带走了。望着远去的车辆，何班主内心惶恐，张局长都被抓了，自己以后也难保不被抓。他决定去见见婵儿。再次重逢的2个人，宛如干柴重燃烈火。情到深处，婵儿慢慢撤下头上的丝带，准备以身相许，却被武队长带人逮个正着。吴队长本来就喜欢婵儿，如今看到2人做着苟且的事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2人被绑了起来，何班主更是被吴队长批斗得体无完肤。这对苦命人就这样被强行分开了。之后，婵儿的哥哥更是火速地为婵儿安排了对象，就怕2人又搞到一起。婵儿拼命反抗，但她一个女人根本对抗不过命运。成亲那天，何家班的人拦在了路中央，调侃着要看新娘子，不看不给过。婵儿掀起红盖头，远远的她就看见了何班主，还随身携带着他亲手绣的烟袋。婵儿内心翻涌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她现在多么希望何班主能够带着她远走高飞。何班主沉默不语，甚至不敢看婵儿一眼。马车越走越远，婵儿的心也越来越凉。他让人把自己的手镯送给何班主，何班主拿着手镯，那一刻他头晕目眩。婵儿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是自己的犹豫毁了婵儿的期待。这次分别不知道何日才能相见。时间匆匆而过，如今的何班主已经是一头白发，儿子石蛋也长大成人。何班主自己折腾了一辈子的皮影，本想着让儿子继承衣钵，可儿子却吊儿郎当，没有任何的兴趣。终于有一天，传来了一个鼓舞的消息，皮影戏又可以出演了。何班主喜极而泣，他和成员们挖出了尘封多年的皮影箱，清点时才发现少了1箱。问过石蛋才知道，那个箱子皮影被他卖了500块钱，并用这笔钱在镇上开了个录像厅。听到儿子这些话，何班主急火攻心，身体没缓过来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躺在床上一病不起。得知消息的婵儿前来看望他，即使过去这么多年，婵儿依旧那么漂亮，风韵犹存，不老徐娘啊！还送给他一双自己亲手做的鞋。何班主似乎也感受到了婵儿的到来，拿出枕头下的手镯，喊着婵儿的名字。原来他们都没有忘记彼此。婵儿哭得梨花带雨，更漂亮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何班主身体好了些，他去了镇子，他想看看儿子开的录像厅是个什么鬼东西。何班主站在窗外，往录像厅里瞅了一眼，里面正播放着穿着暴露的美女，热舞的画面诱惑十足。何班主气恼不已，自己守了半辈子的皮影，竟然比不上女人的大长腿。石蛋见到老爸过来，忍不住说了几句，这左3圈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比他的皮影好看多了，男女老少通吃。何班主生气地骂石蛋，我真替你感到悲哀。回去的路上，何班主突然跪倒在地，伤心地哭泣。儿子不争气，搞了个录像厅，自己的衣钵无人继承，难道何家班真的要葬送在自己手里了吗？正当这时，何班主听到了一声嘹亮的戏腔，抬头一看是小胖。小胖从小就有唱戏的天赋，只不过碍于不是自己的崽，何班主并没有传授他任何技艺。这些年来，小胖只靠耳濡目染，便已经掌握了部分皮影。如此人才，让何班主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他将小胖带回了家，翻出皮影箱，将皮影挂满了屋子。没想到小胖居然全都认识。何班主喜出望外，将小胖收为了徒弟。箱子里面虽然皮影俱全，但唯独少了个貂蝉。何班主想要重新做个貂蝉，并打算以婵儿为原型。当他来到婵儿家时，才得知了婵儿的死讯，跳下悬崖死的。可怜的婵儿一辈子也没能等到何班主。何班主痛苦不已，现如今又该到哪里找貂蝉呢？就在何班主苦恼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了婵儿送他的烟袋，上面就绣着貂蝉。何班主照着图案，细细地在牛皮上扣着貂蝉，每一笔他的脑海里都能浮现出婵儿的身影。貂蝉完成了。那一天雷声大作，大雨倾盆。何班主拿着貂蝉，在院子中大喊着婵儿的名字。睹物思人的何班主再次从貂蝉的身影里看到了婵儿，他这些年的期望终于得以实现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得不说，影片中的女主简直美得不可方物，但男角色都太丑了，就不能选个英俊的相配吗？本期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